哦，一下踢到了颈部，再打身体，有一次，平扣，哇，击倒，漂亮！贝特人很擅长。好嘞 KO，压上的转身。她是中国拳击手中的 KO 女王，就连张伟丽见了她也要喊一声师姐。在国内散打界是无敌般的存在，省级冠军、全国冠军、全亚洲冠军都是她的囊中之物。不管你是哪国的精兵强将，还是拳坛的不败王者，只要遇上了她，那下场也只有死路一条。39连胜的战绩更是恐怖如斯，她就是中国散打女王龚艳丽。然而就是她在国内难寻敌手的时候，杀出来一位世界 KO 女王，35战35胜，还包含19次 KO， 打遍整个荷兰难寻敌手。随后去到美国又是豪取7连胜，凶悍的重拳加上犀利的腿法，无数次把对手打到抱头鼠窜，更是在一个晚上连续 KO 2名中国选手，一战成名。他就是荷兰搏击界的绝对王者贝特伦。这场比赛是为您带来的一场非常精彩的综合对决，由荷兰搏击王者贝特伦挑战我国 KO 女王龚艳丽。这场比赛是举办在我们中国，对方是8年未尝一败的世界冠军贝特伦。话不多说，红方选手就是我们的中国 KO 女王龚艳丽，蓝方选手荷兰拳坛王者贝特伦。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。在这个级别上绝对是世界一姐的 veteran， 而且在自己的职业拳击3战全胜， MMA 2战全胜，而且我们才知道有可能还是 Ronda Rousey 的这个弟子啊。现在的 veteran， 我们看龚艳丽用的什么办法？一上来进内围，然后进了内围以后马上开始攻击，攻击完了马上抱对方，不给对方打出来距离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身高和臂展上面，我们还是比较吃亏的。但是尽量还是不要去打内围，因为这个对方选手很擅长去打内围战。我们的优势还是中近距离的对拼，毕竟我们的这个打法和风格还是偏散打一点。因为这个龚艳丽也是散打出身，的优势没错，3次 WBC 的世界冠军 ，WCK 的世界冠军 ，WF 的世界冠军。对，刚才还是有一个意外的用脑袋撞在了贝特伦的下巴上，要小心一些。是的，那现在一个前手的直拳很重啊。贝特伦其实也非常熟悉哦，这个时间差，好漂亮，后来前置后来，顶膝击很重啊。龚艳丽的这个侧踹角度非常的高，但是对方的这个身高实在太高了，我们还是很难威胁到对方，而且对方的这个内围经验还是十分的丰富，我们还是要避免和对方近身搏斗，尽快寻找破局的办法，不然这个处境还是十分危险的。把龚艳丽打退了。要知道 veteran 不光是 X 进攻的女子代表，也是这个 WBC Muay Thai 的冠军啊，自己的顶膝是很犀利的。漂亮，又是个前手。这次没打到小心。龚艳丽冲进去的危险性很大呀。没错 ，veteran 可是已经干掉了王可涵，又来，也干掉了鄂美蝶。现在中国女子的顶梁柱就在龚艳丽身上。对方之前是接连击败了王可涵和鄂美蝶这2大中国女将，现在龚艳丽可以说是中国女子搏斗中的顶梁柱了，而且对方的这个身形优势实在是太大了。内围战里，这个对方选手的经验更丰富一些，外围这个身高臂展也是逊色于对方。龚艳丽现在是只能和对方打近距离的换拳，然后拉开跟腿来保持和对手的距离，前后的左右踢打摆。龚艳丽的这个射程比对方要近，好的，要多做这样的进攻。前摆很扎实的一个前摆拳。在中国，王可涵、鄂美蝶和龚艳丽都非常强悍的女子选手，而贝特伦在世界级在55公斤这个级别。这扫，连续进攻，还好，大多数都是打在了对手肩膀上。第1回合比赛结束，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对拼还是非常的激烈。虽然这场比赛龚艳丽在各个方面还是比较吃亏的，但也不是没有应对的办法，还是要尽快破局，不然后2回合的比赛还是有点难打的。稍作休息，马上迎来第3回合的精彩对决。看。
第二回合比赛开始，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。这个贝特伦打得还是很凶，第二回合刚开始就紧紧地黏着我们，但是龚彦丽的防守做得还是十分不错的，并没有吃太多的亏。龚彦丽选择的路线，我们觉得还是不错啊。他选择的是往 Veteran 的右侧方进，这样的话，如果打不到对方，可以抱对方，这样是给对方一个正面。那么裁判再次警告，缠抱要尽量减少啊。此滑波，龚彦丽这个时候面对对方选手是练习拳击出身，我们可以看到对方选手的这个打拳和战架都是非常纯粹的拳击，而我们的龚彦丽是散打出身，虽然这个拳法是非常的厉害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在这个臂展上的劣势还是太大了。只能通过搂抱拉近双方的一个距离，但是拉近之后，面对对方选手的一个顶膝，我们还是难以应对的。看来还是要改变策略了，最好还是要先去攻击对手的一个腹部，消耗一下对手的抗击打能力和体力，剁制一下对手进攻的势头。低位打火打到了，哦，被这连击选手的刺拳很快。不要退，不要退，打他肚子。现在龚彦丽整个把自己的重心压低了，开始攻击对方的腹部。对，这边龚彦丽的教练告诉他不要退，要对对手的腹部进行更多的攻击，又扣了1分，是又压了1点。要进攻，要进攻啊！这样对龚彦丽来说，如果想胜这场比赛，只有终结对方一图。对，没错。我们可以看到龚彦丽的防守做的还是十分不错的。面对对方选手的连续进攻，龚彦丽还是比较从容的去进行一个防守，见着拆招。但是因为这个搂抱，我们在第二回合已经是扣了2分，所以想要赢下这场比赛，只能是想办法去 KO 对手了。龚彦丽锁定。对方的这个贝特伦在第二回合打得非常的凶，第二回合是他的一个强势期，这个力气就像用不完的一个大水牛一样，我们还是要尽量摇进去和对手进行一个换拳，避免直线进攻，而且只要是撑过这一回合，那么在第3回合里，我们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去终结这场比赛的。击这个级别没有人打了以后才会去参加这个拳击，而且还拿到了3战全胜这样的一个。另外他还打过 MMA 啊，还是在 Ronda Rousey 的馆训练啊。好的，漂亮，左右互抡，还是被对手的重击，又是袭击，好，第二回合比赛结束，这一回合对手的这个进攻是异常的凶，双方的对拼也是非常的精彩。但是还好我们是撑过了第二回合的这一个艰难战斗，稍作休息，马上迎来第3回合的精彩对决。过程了，自己现在可以放下自己的担子，放下包袱。好，我们一直说，勇士的荣耀不光是一场比赛，也是一个秀。我们前面的勇士崛起，包括我们今天的连拱乐队的演出，包括我们各位第3回合比赛开始，最终的胜负也将在这一回合里产生。比赛一开始，双方也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我们可以看到对方选手的这个表情是十分的痛苦。龚彦丽这场比赛也是多次有一些的小犯规，因为这个身高相差实在太大，所以我们摇进去的时候，这个磕碰也是难以避免的。对，这边是刚才一脑袋撞在被突人的鼻子上之后啊，这边是被顶出了鼻血。没错，大家再来看一下慢动作，哇！这一下太重，大家看，哇，是脑袋尖儿，对，闪过去之后啊，脑袋，我们相信贝特人这个龚彦丽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对贝特人的伤害是比较大的这一下。好的，动手。龚彦丽这一回合也是找回了一些感觉，这一拳也是非常的漂亮，反应非常快，机会找的也是非常准。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，这一回合龚彦丽已经是适应了对手的进攻，并且是找回了自己的节奏，已经是隐隐的压制着对方选手来打。那么这场比赛的最终结局目前看来还真的不好说，龚彦丽也是很有可能将对手给终结。
因为在近身当中啊，他拿不到，对龚彦丽来说他是拿不到进攻的机会，反而对手袭击是很厉害。对，龚彦丽更希望打到中近距离这样一个距离。德林老师警告了贝特人。不要单压，不要单进，多距离啊！快上来，多距离！好，这个二次打击。对，不要和对手靠得太近。前摆拿到。刚才躲过贝特人往左边闪躲之后的这个一记鞭腿，再加上一记转身鞭腿，龚彦丽也是打出了自己的特点。双方选手在第3回合的对拼也是十分的精彩，可以说比前2回合都要好看。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散打界天花板与拳击界天花板的比拼。那么究竟鹿死谁手？让我们继续欣赏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。后直。贝特人现在要找一些有效的进攻方法了。现在明显我们看到龚彦丽发挥出来了自己的一些动作。龚彦丽可以让对手先主动出拳之后进行躲闪的迎击。因为如果他率先发，双方选手的进攻都是非常的激烈，打法也是基本上都放弃了防守。这种比赛还是十分好看的，特别是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对拼，一个不留神就很有可能产生 KO。双方选手的这个战术也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倒地。很多外国选手对于中国的侧踹腿都是防御能力很低的，因为不习惯。再来一个转身的鞭腿。侧踹。哦，龚彦丽的战术很简单，用步子和身法移进去，给对方中距离直接打住。哦，贝特人的后手。侧踹。一个转身摆拳，龚彦丽是在比赛时间剩下最后1秒钟的时候 KO 了对手，直接把对手给打昏了。这场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，这个结果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。8年未尝一败的贝特伦终于是在这场比赛中尝到了失败的滋味。让我们恭喜龚彦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，恭喜龚彦丽！